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白云说事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装配式地铁车站。其实，我已经发现，在前面2集当中，我们的装配式地铁车站视频在业内引起了比较热烈的反响，这是出乎我意料的。这就使我想到，这样一个成功的研发，在它的背后，一定是我们的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来到了无锡，拜访了无锡市住建局总工程师陈江宇女士和无锡市土木建筑工程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原无锡市住建局副局长何耀平先生。这是陈总啊，就是说，当初你们住建局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支持这个装配式的地铁车站的这个研发？应该这样说，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呢，是我们建筑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应对我们人口老龄化和加强我们的工程质量管理，以及我们要减少大气污染、环保节能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对这项工作都非常的重视。可能我们何局从这个项目的最初介入开始，他就一直参与其中。可以请何局讲一讲项目起初的时候，无锡市在江苏省当中产业化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对，这个是我们住建局这个领导养重视，所以实际上那个地铁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产业化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做了地铁的装配，我们道桥我们也都做了，很支持。特别是企业有这个创新的动力，那我们住建局更应该支持。所以当时呢，就他们也提出来，我们这边就参与了。但是我比较会感兴趣的是吧，就是我相信哈，你们肯定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认清了这个做装配式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一定会去支持。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从立项过程到最后结果，你们是如何在每个阶段来确保它的这个研发的它的成功？总结出来就8个字，就是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就是一个好的技术的产生，一定是我们的研发单位和我们管理部门的一个通力配合，和从头的共同参与。那么从这个技术的设计阶段的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全程介入，就开始介入。对，从最开始的这个设计，以及设计的一些专家咨询，那个时候我们何局就开始在组织一些专家进行一些讨论和研究。整个建设过程主要涉及到2块，一块呢就是设计的部分，所以设计部分那时候也请了好多专家，包括东南大学郭成金教授啊，他们都来了。在另外一块呢，就是我设计怎么来把它把好光。那时候那个地铁的装配设计呢没有标准。就实际上我们呢，就是从技术的研究和对环节的流程的管理，我们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刚刚就讲到说，第一步我们在技术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技术非常好，也很适用的时候，第2步就在解决我们管理流程的问题。刚刚我们何局也提到了，那这个技术已经很好了，很适应，但是它是个新东西。因为实际上装配式建筑，我们的技术的发展是，普遍来讲是领先于我们行业管理政策的发展。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审图怎么办？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施工过程的管理怎么办？对我们的验收怎么办？当时就是都没有相关规定，所以我们在参与的情况下，当时我们住建局也牵头，除了聘请专家以外，还请了我们就是相关的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的建管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的审图中心，还有我们的当时的市政治安站，然后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装配式这个车站啊，这个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它采用的是 EPC 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你们来确定的，还是由地铁建设方他们来决定的？这个应该是由地铁建设方来决定的。但是我们在技术和这个后期的管理上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另外我们也在就是我们的政策上也给了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些省级资金，申报了省级示范项目，获批了2个。
还有获批了4项省级的科研课题。同时在我们发布了就无锡市这2部刚刚讲的审图标准和这个管理和验收标准以后，那么我们的地铁公司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所以我们的那个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能够首先在无锡能够做得那么成功，应该是跟这个无锡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完全是一致的，是吧？是不是一定要像无锡那么富有，它才能够去做那个装配式啊？像无锡、像深圳那样，还是说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不怎么样，没有到这个人均 GDP 没那么高，你认为也还是说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去推广吗？我认为，就装配式技术的推动确实是需要资金的支持，但是在这么年的工作推进中，我感觉到更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这个技术的适用性。就是我们其实无锡在整个推广过程中，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些技术重点推广，还是认为就是它应该要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事情，不能全靠就是我们政府或政策的去强制或者怎么样。包括刚刚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监管中心的这个装配式的高架桥，这也是我们省内的第1条，它也是自发性的去研究创新的，因为它有这个需要。包括我们现在无锡市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结构，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工业厂房里面30米跨度以上的一些技术，这个也是以我们企业为主导的，它并不贵，它可能在同跨度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它比我们的现胶更便宜，它有很强的技术性，尤其是一些社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都会自己做比较，谁技术更好，谁造价更优。我也倒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地铁是100年大计，所以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跨度来说，在建设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呢，经济的因素对于整个100年大计来说，应该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因为经济还会往上发展的。当然，这个造价跟规模化也是有关系。就是如果你只做一个车站，当然是非常贵的，所有的设计投入加一些设备的研发都是非常贵。但是变成一条线，或者是大面积推广出去以后，它的整个造价就下来了。对，装配式车站也是我们产业化的一部分，经过产业化。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市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就建立领导小组，而且有专家委员会，所以我们都经过这一步过来，包括地铁车站，实际上它的节点实际上就改了好几个。那个节点最早的时候最复杂，所以也做了好多实验。所以后来逐步改到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还有改进的机会，因为毕竟还有造价就是含钢量比较高。那我想问的，因为何局原来你是设计院出来的就是为什么那个装配式的结构的含钢量要比现胶的要高呢？因为它那个节点的处理它是用型钢跟底下连接的，所以它的含钢量会高一点。包括我们装配式呢，也是因为那个节点主要还是节点处理的。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装配式一个假定就是混凝土的装配式就是等同于现胶混凝土。实际上这个理论就是后面到底怎么来进行调整，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调整，所以可能结构体系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就是他们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工作，我听下来，这个研发没有结束，还在过程当中。然后呢，你们住建局的话，应该说以后还会继续给予支持。你们呢，实际上是一种引导，并不是说强制的要下个指令要怎么样做，更多的是引导，然后呢是支持，然后为他们这个创新工作做服务。今天的我们的交流呢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2位嘉宾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作为政府相关的管理部门如何支持我们装配式地铁车站的创新，以及他们对装配式地铁车站的认识